有些詞聽起來帶着一種很強烈的失落感。想象一下這樣的畫面，你在海邊花了一下午的时間，堆起了一座漂亮的沙堡。它很精致，你很滿意。可是就在涨潮的那一刻，一個大浪打過來，海水退去後，沙灘變得平平整整。剛才那座城堡就像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。或者你為了一個項目準備了很久，寫了很多計劃，付出了很多努力。但因為一個突發的意外，這個項目被迫取消了。所有的心血在那一瞬間全都白費了。中文裡有一個成語專門用來形容這種從有到無的巨大落差，叫化為烏有。這個詞的結構很有意思。化是變化、轉化，為是成為。而最關鍵的是後面這兩個字烏有。在古漢語裡，烏有其實是一種反問的語氣，意思是哪有或者怎麼會有，後來就直接引申為完全不存在。所以化為烏有連起來，就是說一樣東西變着變着變得完全不存在了。它和我們平常說的不見了或者丟了不太一樣。如果說丟了，東西可能還在某個角落，只是你找不到了。但化為烏有，往往帶着一種徹底的毀滅感。它強調的是那個東西徹底消失了，甚至連一點痕跡都沒有留下。我們在生活中什麼時候會用到這個詞呢？最常見的情況，往往是用來形容那些原本很有價值，或者是我們寄予厚望的東西。比如，一場大火讓珍貴的收藏化為烏有，或者因為電腦突然死機，你寫了一整天的文章沒有保存，所有的思路瞬間化為烏有。這時候，這個成語裡包含的不僅僅是沒有了這個事實，更包含了一種惋惜、無奈，甚至是一點點震驚。不過，也不必總把它看作一個悲傷的詞。有時候，它也可以是輕鬆的。比如，當你和朋友解開了一個長久的誤會，心裡的隔閡化為烏有；或者，當你聽到一個好消息，原本沉重的壓力瞬間化為烏有。這個成語其實在提醒我們，世界上的很多東西，無論是物質的財富，還是心理的情緒，其實都很脆弱。它們是流動的，甚至可能在瞬間發生改變。所以，下次當你看到某種為了建立而付出的努力，最終卻回歸了空白時，你也許會想起這個詞。它告訴我們，從有到無，有時候只需要一個瞬間。而學會接受這種化為烏有，也許是我們面對無常時必須學會的一課。